2月16日清晨，晨光穿透了台北市上空那層厚重的陰霾，卻沒能像往常一樣喚醒這座城市的活力。原本應該在清晨5點發出首班車的台北捷運系統，全線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全台所有的電視新聞頻道此時全部取消了原本的晨間帶狀節目與商業廣告，畫面上無一例外地閃爍着粗黑體的特別報道字樣。新聞主播的聲音裡帶住徹夜未眠的沙啞，反覆播報住交通部發布的緊急公告，因應空間異常力場闊大致風險，即日起台北捷運全線、台灣高鐵以及台鐵部分地下化路段無限期全面暫停營運。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交通大癱瘓。忠孝東路、仁愛路、中華路等台北主要幹道上，公車與私家車擠成了看不到盡頭的鋼鐵河流，喇叭聲此起彼伏，響徹雲霄，每個人都在焦躁地搖下車窗，試圖向外張望。然而，比交通癱瘓更讓人感到窒息的是籠罩在萬華區與中正區上空那股揮之不去的軍事管制氛圍。龍山寺站與西門站周邊方圓1公里的街道，此時已經完全看不到任何一般市民。重型的水泥巨馬、生鏽的鐵絲網，在短短幾個小時內被粗暴地架設在馬路中央。一輛輛塗裝著數位迷彩的雲豹裝甲車，直接熄火停在原本繁華的十字路口，車載機槍在晨光中折射出冰冷的黑光。身穿抗彈背心、荷槍實彈的國軍士兵，每隔5公尺便站成了一道鋼鐵防線。他們的眼神中同樣寫滿了對未知的惶恐，右手始終緊緊扣在步槍的扳機護圈上。哎，你看，那個真的不是假新聞。在管制區邊緣的舊公寓陽台上，幾名穿着睡衣的居民正神色惶恐地抓着陽台鐵窗，偷偷向下張望。天空中，2架隸屬於陸軍航特部的黑鷹直升機正低空盤旋，巨大的螺旋槳轟鳴聲震得公寓的鋁門窗規律地發出咔啦咔啦的脆響。直升機側邊的探照燈雖然在白天熄滅，但那冰冷的機身掠過屋頂時投下的巨大陰影，依舊沉重地壓在每個人的心頭。此時，在虛擬的網絡世界裡，恐懼正以比病毒還要快上百倍的速度瘋狂蔓延。在台灣最大的網絡論壇 PTT 上，系統在清晨6點便因為湧入太多人潮而出現了嚴重的延遲。八卦版 Gossiping 的在線人數突破了歷史新高，黑底白字的爆卦貼文、討論串以每秒鐘幾百條的速度瘋狂刷屏。一則標題為爆卦北捷龍山寺站內流出影片，千萬別點，極度血腥的貼文，在短短3分鐘內被推到了爆字。那是一個由撤退隊員的執法記錄器截取下來的10秒短影片。雖然畫面極度搖晃，充斥着綠色的夜視勁雜迅與刺耳的槍聲，但任何點開影片的人都能清晰地看到無數發金屬子彈在虛空中突兀地慢了下來，如同落入水中的雨點般無力墜落。隨後，一道模糊的灰色影子閃過，鮮血與破碎的防彈衣瞬間濺滿了整個鏡頭熒幕。我操，那到底是什麼怪物？連步槍都打不穿。樓上的，看清楚，不是打不穿，是子彈進去那個立場之後根本就沒速度了。我爸是國防部的文職，他說今天凌晨憲特和維安進去，出來不到1/3，台北是不是要完了？我是不是該現在開車回南部老家？ Card 的校園版與時事版同樣也陷入了歇斯底里的恐慌，大學生們不再討論期末考或戀愛話題，到處都是轉貼世界各大城市爆發相同異變的衛星畫面。英國倫敦地下鐵，美國紐約中央公園，日本東京新宿，那些原本在歷史課本或旅遊雜誌上看到的繁華的標，此時全都被各國軍隊用鐵絲網與沙包重重包圍。這種全球同時遭到入侵的現實，擊碎了所有人最後的僥倖心理。恐懼迅速轉化成了生存本能的失控。早上8點，全台灣各大連鎖美聯社、全聯福利中心、家樂福以及 Costco 賣場還沒開門，門外就已經排起了長達數百公尺的瘋狂人龍。當鐵捲門緩緩升起的那一瞬間，群眾如同決堤的洪水般瘋狂地湧入店內。不要搶，那是我的，我先拿到的。在台北市大安區的一家連鎖超市內，原本溫文儒雅的都市白領們此時徹底撕下了文明的面具。2名中年男子為了一箱普通的泡麵，在貨架旁
扯着對方的領口大打出手，拳肉相交的悶響伴隨着周圍婦女的尖叫聲。收銀台前的推車塞得滿滿當當，全都是白米、罐頭、礦泉水、乾電池以及衛生紙。貨架在短短半個小時內被完全清空，只剩下散落一地的紙箱碎片與被踩扁的麵包。收銀員顫抖着手指按下鍵盤，看着那金額不斷飆升，而店外依舊有源源不絕的民眾是突擠進來。這一天，台灣的各大金融市場全面崩盤。台灣證券交易所開盤不到10分鐘，大盤指數便如同斷線的風箏般狂瀉上千點，無數檔股票瞬間跌停。原本被奉為台灣經濟命脈的半導體、科技股，在未知的末日威脅面前，變成了毫無意義的數字。與此同時，房屋中介市場出現了歷史上從未見過的奇觀，萬華區、中正區乃至整個大台北地區的房地產拋售潮全面爆發，房價在一天之內腰斬，卻沒有任何人敢伸手接盤。相反的，原本被視為傳統落後的農業縣市，如屏東、台東的透天厝、黑市價格卻開始悄然飆升。在長達幾十年的和平歲月裡，人們習慣了以學歷、薪資、房產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公務員的穩定，科技業的高薪，醫科的社會地位，是每位家長耳提面命的黃金鐵飯碗。然而，在2024年2月16日這天，當那灰色孔洞裡的物理法則晚歌奏響時，這些由人類文明精心構築了數百年的價值體系，在短短24小時內開始劇烈的崩解、碎裂。人們看着鏡頭裡那些被丟棄在捷運軌道上、價值數10萬台幣的先進槍械，心中第一次升起了一種荒謬而真實的體悟：在即將到來的未知時代裡，決定一個人能不能活下去的，不再是皮夾裡的信用卡，也不是名校的畢業證書，而是你手裡握住的兵器夠不夠沉重。這場在網絡上引發全民焦慮的寂靜入侵，正像一場看不見的無情海嘯，將所有人硬生生地推離了原本軌道，拍打向那充滿血腥與未知的冷兵器時代。